美国考虑向乌克兰援助 A10攻击机，乌克兰却坚决表示老子不需要。A10攻击机为何不入乌军法眼？其实从服役至今，战功赫赫，却在美国空军战机序列中爹不疼娘不爱，多次誓言要将其全部退役。A10到底做错了什么？俄乌战争中，乌克兰能够抵挡俄军进攻，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北约的军事援助，其中美国的功劳最大，援助金额最多。2022年7月20日，在年度阿斯彭安全论坛上，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以及空军参谋长查尔斯·布朗在回答记者有关美国空军希望将哪款战机援助到乌克兰的问题时，二人表示，美国国防部考虑可以将 A10攻击机提供给乌克兰。二人同时还表示，具体援助哪款战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乌克兰人的需求。你瞧瞧这场面话说的，就跟乌克兰想要什么，美国就肯给似的。乌克兰想要 F-15EX， 想要 F-35A， 你美国肯给吗？果然没几天，乌克兰方面就发话了。7月26日，乌克兰国防部长顾问尤里萨克表示，乌克兰不需要美国提供 A10攻击机，这不啪啪打脸吗？美国空军一把手刚刚表示可以将 A10攻击机提供给乌克兰，一周后乌克兰方面就委婉表示老子不需要。尤里萨克表示 ，A10攻击机并不能防卫乌克兰的领空，也无法阻止俄军的轰炸机和导弹，同时乌克兰也没有有效手段掩护 A10攻击机。A10不仅无法突破俄罗斯的防空系统，还将会成为俄军战机和防空系统的靶子。那么该款战机真的如乌方所说的那么不堪吗？ A10攻击机可谓是军事航空史上最独特的飞机之一，其设计于上世纪70年代，预想运用场景就是一旦美苏冷战变成热战，美军将凭借 A10在欧洲平原上对苏联及华约集团的坦克集群实施近距离打击。为了在低空抵御防空火炮， A10机体异常坚固，要害部分采用钛合金装甲保护，能承受23毫米炮弹的直接打击，具备极高的抗损能力，在单发单尾翼状态下仍能飞行，号称飞行坦克。在武器方面， A10配备一门 GAU-8 复仇者30毫米7管机炮，能够发射贫铀穿甲弹，是现役威力最大的航空火炮，足以打烂任何战车的顶部装甲。除此之外，机翼还设有11个外挂点，最多可挂载超过7吨弹药，兼容美军各式对地攻击武器，是冷战时期诞生的最强悍的空中装甲猎手。A10攻击机的成名之战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其在伊拉克装甲部队头上尽情发挥了威力。整个战争期间，美军 A10共出动8100架次，发射的 AGM-65 小牛空对地导弹占美军总消耗量的 90%， 摧毁了超过900辆坦克和至少2000辆其他各型车辆，以及1200处炮兵阵地，甚至还击落了2架直升机。而 A10自身仅有4架被击落，可谓是当时联军效率最高的作战机型。此后 A10又先后参加了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在对地攻击方面令美军极为满意。A10这类前线对地攻击机在过去的通常作战方式是携带机炮和非制导的火箭弹和炸弹，反复出入被攻击区域上空盘旋对面攻击，这需要近距离的接近敌方，因此其气动布局为了适应低空低速，机翼设计为平直翼，放弃了高空高速性能，无法对敌方进行防区外打击。因此对于美国空军而言， A10想要对付苏联的钢铁洪流，必须有一重大前提，即绝对的制空权保障。没有制空权， A10就只能在后方机场画圈圈了。之所以 A10有如此大的名声，主要其实就是 A10在之前的任务中对付的都是没有制空权和防空体系的小国，没有电磁权，没有预警机，防空体系还不完善，飞机更是被完全压制，飞不起来。于是 A10这种低空低速近距离攻击的战机，可以在前线畅通无阻，毫无压力。去对付坦克、装甲车等各种目标，类似如今无人机碾压地面坦克的感觉。可 A10要遇到体系完善的敌人，会是什么后果呢？比如对手是一个完备的合成野战旅，敌方会快速地展开占领，
50公里纵深范围内的所有制高点，快速形成近中远的防空体系。天上有战机待命值班，有预警机提供远程预警，还有电子战机执行电子压制。即使在地面坦克在冲锋的时候，边上也伴随有野战防空自行火炮以及近程防空导弹。陆军士兵手中还有肩扛式防空导弹。A10使用反坦克导弹攻击范围在5至10公里，使用接 U8 机炮攻击范围在 1.2 公里，自身机动能力还是战机中最弱的，其结果就会是还没靠近就会遭遇多轮拦截。面对空导弹、防空导弹 ，A10唯一的生存希望就得看电子战机能不能戳瞎导弹的眼睛，其生存概率实在是太低了。那么既然 A10并非如传闻中那样神勇，为何美军还像宝贝似的不退役呢？其实真实情况是，美国空军早想把这玩意儿退役了，然而美国陆军却不同意，这就牵扯到一个美国空军与美国陆军无法调和的矛盾，也可以说是美军的体制问题。A10是美国空军用最小代价阻止美国陆军侵入其权柄的方案。这个权力斗争是从美国空军独立成军就开始了。美国空军是美军6大军种里第2年轻的军种，第1年轻的是谁呢？是2019年成立的太空军。所以美国空军从1947年成立以来，其权柄范围时刻受到海军、陆军以及海军陆战队的挤压，尤其是陆军，因为空军几乎所有的权力都是从陆军那里抠出来的。空军拿走了陆军所有的固定翼飞机，但却没能抠动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只有陆军受伤的世界达成了。而陆军也不甘心闭目待死，经过了长达几十年的激烈斗争，通过各种理由企图保有固定翼飞机，特别是高性能的喷气式飞机。那么美国陆军最需求的是什么固定翼飞机呢？答案是对地攻击的舔地机。像伊尔2那样能低空贴身跟随陆军前行的飞行坦克，美国陆军会把一切玩意儿都变成舔地机。不仅开发了 A20、A26 这种攻击机，还让轰炸机、战斗机、侦察机通通滚去低空舔地。陆军当初把开发的 A20 租借了3000架给苏联，跟伊尔2一起当飞行坦克在苏德战场东线舔地。但对于美国空军而言，他们对这种对地攻击的舔地机是半点兴趣都没有。因为空军目标任务是制空霸权、全球全方位情报监视与侦察、全球快速机动、全球打击、指挥与控制，因此空军对于跟着陆军玩飞行坦克压根儿提不起兴趣。攻击机显然也无法完成全球打击的任务，这很明显是轰炸机的活。其次，自从美国空军独立后，空军长达20年没正儿八经搞攻击机，攻击机反而全是美国海军搞的。空军具体有多不上心呢？ A20、A26 这些老古董是当年陆军自己搞的，后面的 A1、A2、A3、A4、A5、A6、A7 攻击机全是海军搞的，甚至海军陆战队也搞了个 AV8，空军自己根本没有开发过一架攻击机。当年美国空军拿走陆军所有的固定翼飞机时，其对美国国防部是有承诺的。根据分家时候的基维斯特协议，美国空军有10项承诺，其中就有对陆军负有 CAS 职责，即近距离空中火力支援和补给任务。然而当美国空军在履行 CAS 职责时，实际战场上的表现却并不好。比如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美国陆军根本没有攻击机可用，空军在朝鲜没有足够的机场和保障设施， A26 大老远从日本飞过来，连空中待机时间都快没了，只能干轰炸机的活，扔了炸弹就得赶紧溜。所有的攻击机任务都是海军在干，比如长津湖战役，海军先后出动了7艘航母，就待在离战场20分钟的飞行里程上，每天出动200多架次攻击机，对陆战1师、陆军第3师和陆军第7师进行抵近空中支援，从长津湖一直掩护到兴南港。而美国空军除了补给了一些物资和带走了部分伤员外，几乎完全没有存在感。因此，基于空军对陆军负有 CAS 职责这一点，美国陆军在与空军的斗争中就有了把柄。陆军表示，由于空军拿走了所有的固定翼，导致老子在作战时没有攻击机，空中掩护火力不足，而空军支援总是有时间差，不一定能及时赶到。那我自己产个炮兵观测机和训练机来保障我的火炮火力总行吧？
吧？这就把空军堵得没话说。随后陆军搞的这个飞机叫OV-1莫霍克，起初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就是侦察机该有的样子。但是越战一开始，事情就起了变化。空军发现陆军这小子居然早有埋伏。OV-1在研制之初就预留了武器装载的余地，在越战中，陆军迅速把五花八门的家伙装上了OV-1，包括但不限于凝固汽油弹、响尾蛇空空导弹、反辐射导弹等。大量的 OV-1被直接改装成 JOV-1A 对地攻击型，在越南战场上上下翻飞，好不快乐。这一下子就让美国空军警惕起来。好啊，原来陆军你小子要复辟，马上一纸诉状告到美国国防部，要求按照任务分化把 OV-1全部取缔。但美国陆军反对的理由也很充分，空军支援很不及时呀，不能伴随陆军战斗啊。你当初的独立成军的时候可是承诺了充分的火力支援，现在又不认账了，你办不到还不允许我们陆军干？莫非你眼里就只有怎么争权夺利，一点都不在乎美军的胜利，不在乎美国大兵的生命吗？陆军大兵的生命就不是命吗？你空军要是办不到，可以把空军合并到陆军来，我们陆军帮你办。这就一下子戳到空军的肺管子了。空军表示很好，非常好，你要随叫随到的伴随空中支援是吧？你要飞行坦克是吧？ OK， 一定100%满足你的要求，但前提是 OV-1必须拿掉，陆军一架固定翼飞机都不能留。最后经美国国防部裁定，美国空军要履行当年的军种间承诺，可战事要紧， OV-1不取缔，但只能使用机枪和火箭弹。这时压力就来到了美国空军这边，其手里只有当年陆军研发的老古董 A-26 攻击机和从海军那里搞的 A-1、A-4 攻击机，根本就没再研发任何攻击机，何况从头研发也来不及，这要如何是好？最后工程师们展开头脑风暴的结果是，伴随火力是吧？老子把大炮搬到运输机上去，利用运输机的超长航程，全程跟着你低空贴脸火力直瞄。陆军你小子这回总没话说了吧？这就是炮艇机 ACXXX 项目，其中就包括最成功的 AC-130。在当时，炮艇机也不是什么单方面屠杀的高科技，比的就是互相发现对方，互相同时开火，当场定生死，谁反应快谁就能活。结果就是越战期间 ACH-47 生产4架，损失3架 AC-47 生产41架，损失19架。这就是贴脸支援陆军，而跟高射火力硬拼的必然结果，并且这还是在敌人防空火力被全面压制的情况下。这样的结果搞得空军心有余悸，打越共都整出这些个幺蛾子，等到打苏军钢铁洪流时，陆军岂不是更有话说？因此在1966年越战还没结束时，美国空军和陆军就在国防部的调解下达成了约翰逊麦康奈尔协议，其中规定陆军固定翼上限载重不得超过5000磅，超标机型全部移交空军。但美国陆军在旋翼机方面不再受空军钳制，美国空军则退出几乎所有的旋翼机领域，同时再次重申空军对陆军负有 CAS 的任务。同年，美国空军就立刻提出了 AX 计划，后续即开发出了本期主角 A-10攻击机。这是个专门给陆军开发的攻击机，招标时特别注重了装甲和成本，就是个打消耗的飞行坦克。空军准备用这个项目彻底把陆军的嘴堵死，专门给陆军留个专用的攻击机部队来伺候陆军。你还有什么不满意？A-10刚开始的性能指标，说实话的确不怎么样。服役之前第一次出国表演，只转了2圈就存速不够，当场摔了。按理说这也算是重大挫折，最少也得彻产检查一下。但美国空军表示，与独占固定翼的权柄相比，这也算事儿，继续飞，继续展，继续推进。要没 A-10，空军就得天天被陆军盯着，难道老子还能天天被贼惦记？A-10一定要搞出来，出多少事故都得把这个位置给占了。上一次争端，空军交出了全部的旋翼机，下一次又要交出什么？攻击机、轰炸机，还是所有能对地的玩意儿？再像上次那样退一步，空军的业务就全没了。
当年 A10 的单价140万美元，是美国第一种专门设计用来近距离空中支援的飞机，是一种可大量消耗、低速、低空重装甲、以直瞄火炮为主要武器的攻击机，也是专门伺候陆军的毒嘴机。自从有了 A10 后，陆军就老实了，再没搞出固定翼挑战计划，安安心心去玩直升机去了。实际上，就在完整拿到旋翼机全的66年当年，美国陆军就把直升机变成了舔地机，即世界上第一种专用武装直升机 AH-1G 修一眼镜蛇，把一切能飞的玩意儿变成舔地机，这就是美国陆军的军种天赋。说完了 A10 攻击机的历史，我们再来看看其是否符合当今的乌俄战场。其实乌克兰方面不稀罕 A10 也是有缘由的，乌军自身就有苏25攻击机，这是一款与 A10 针锋相对设计出来的玩意儿。A10 能干的活，苏25同样能干； A10 干不了的活，苏25同样干不了。而乌军为何在战场上不用苏25呢？还是那句话，没有制空权，对地攻击就是妄想。在目前的乌俄战场上，虽然俄空天军宣称的制空权充满水分，但俄军的苏30、苏35也不是吃素的。俄军精确制导炸药虽然紧缺，但空导弹还多的是啊。乌军本身就没有先进空优战机，俄军的空导弹基本上就没有用武之地，就等着你的龟速攻击机来送人头。并且从设计上而言， A10 的平直机翼能够飞的极限速度还没有苏25的后掠翼飞得快。A10 面对俄军的战机生存能力恐怕还不如乌军现有的苏25，而乌军几乎消耗殆尽的空军力量，意味着 A10 在乌克兰根本无法保证获得有效的空中掩护，只能沦为俄军战机的活靶子。那么 A10 真的就无能为力了吗？照火力军来看也未必，因为美国已经准备将 F-16派往乌克兰了，这也是乌克兰空军目前最需要的制空权保障。乌国防部长顾问萨克就曾向媒体表达了对 F-16 的渴望。F-16 仍然是乌军飞行员梦寐以求的东西。F-16 是航空力量的全球象征，乌方真切希望乌军飞行员能够驾驶这种战机来保护乌克兰。同时还表示，乌军可用从2个装备 F-16 的邻国罗马尼亚和波兰那里得到后勤支持，并保证乌军飞行员可以在2到3周内掌握 F-16 的操纵技巧。看到了吗？乌克兰方面其实心里清楚得很，什么才是乌军现阶段最需要的。而一旦 F-16 部署到位了，那么自然就是 A10 下场作战的时机了。在有了 F-16 来保障制空权后， A10 可谓是最适合乌克兰的武器了。俄罗斯目前稍微能打一点的部队都是轻步兵、装甲部队、炮兵部队等，这些都是 A10 的天然目标。A10 打起来那是相当得心应手，其出动1个架次干掉3-5个坦克装甲车，1-2个炮兵阵地简直易如反掌，毫无压力。再配合海马斯远程敲掉弹药库指挥所的能力，俄军基本上就要兵败如山倒，能够迅速摧毁其在战场上的作战意愿，加速俄军溃败的步伐。因此回到最初的问题，乌克兰需要 A10 攻击机吗？肯定是需要的，但时机一定是 F-16 到来之后，在制空权充分保障的前提下， A10 才能发挥其最大作用，否则提前来了也是活靶子。因此我们再看尤里萨克的那番话，其实潜台词很明显，婉拒 A10 的意思是老子先要 F-16， 有了 F-16 再援助攻击机才有意义。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你们认为对于乌克兰而言， F-16 与 A10 哪个更重要？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